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出手机高手的惠普星14 Pro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全国1000多家店的中式快餐老乡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全新职场观察节目《合伙吧少年》。通过上一期实习生们的表现，你最关注的是哪位实习生呢？我期待戳戳，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就在我已经很生气要把他放弃的过程里，他又表现好一点，所以我也期待他这次的表现。我希望拿到金牌的他会给他一点鼓励。我觉得那这里边可能除了他之外，我还是希望看到映月的心态上的转变，就是如何从一个可能比较自我的一个小姑娘，能够慢慢成长成一个这个更加具有管理者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对，我上一次最喜欢的是映月，但是我还是很期待星辰。我接下来会关注的是映月吧。我这期有点担心萌萌，我很怕上一期的打击他又缩回去了。我觉得萌萌还是挺可爱的啊，尽管上一期可能这个角色上面没定准啊，我觉得这个小姑娘还是挺可爱的。是的，是的，是的。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服务体验设计，其实是从顾客还没有进店开始，一直到完成他的整个体验的路径的所有闭环。那这个服务体验呢，就包括了，比如说空间的氛围和感知。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消费者的用餐路径，还有就是我们的员工的动线。如果老汉鸡的每一个员工减掉半步路，然后乘以2万的员工，大家知道这是多少的时效吗？那接下来的任务呢，就是在接下来的2天时间内去做一个服务体验的重新设计。还得分组吧，应该。我说一个那个案例好不好？就拿卖咖啡的那种商店来说，一个顾客从第1秒钟走进那个店铺，其实他都是已经在设计当中了。他要经过哪些柜台？他排队是竖着排还是横着排？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客户缓解他等待中的烦躁感？其实都是要在这个动线里面设计出来的。对，所以你看着好像是说，哎呀，不就是走进来坐嘛，吃嘛就好了，但是其实这里面的动线有非常多的背后逻辑在里面。那现在我们的分组的方式，我来说一下。星辰的那个组的这个内容我们在推进，所以我们请那个小组的成员起立。我希望在未来接下来的这个合作的过程中，你们能够去穿插去进行赋能。第一个就是由我们2位获得金牌的，也就是我们的浩宇和我们的俊逸，你们选择同学去成为我们的这个选组。戳戳当队长了，戳戳翻身哇！恭喜你的戳戳，养成系，入股不亏。蔡丁可吗？对，丁可。焦老师。专业对口。我随你，你先选。我觉得我选谁都能赢。小明哥跟你年轻时候像吗？星辰准备好拿金牌。下一个你先选吧。下一个我先选，那我选小猪。那李老师，老李。那我选萌萌。我跟你吧。好。哇，小明哥，那你觉得谁是选的最聪明的？我觉得下面这个队更强一点。小明哥，你这个护犊子太明显了。
首先就觉得，第一，他们俩组合本来就很强；第二，朱顺杰也是曾经学过这个工商管理的，酒店管理。浩宇又比较能说。那个司俊逸其实稍微有点弱，我觉得司俊逸又陷入了上一期跟萌萌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组员其实都还挺强的，而且他本身又没有体现出一种领导力的感觉。但是司俊逸很聪明的选了唯一一个专业最对口的。是，他第一个就交换了，对他第一个就先选他了。哦，这个我要讲一讲，就是我觉得这个设计这件事情还是真的是理性思维，所以我真觉得说上面一组有2个，一方面是专业，然后音乐的逻辑能力又很强。哎，我们想看的音乐和老李在一组，这成型了。音乐和老李在一组了，来了，看看谁更强。但我觉得第2组会非常和谐，现在矛盾在第1组，感觉是对。那没有问题，你们就可以接下来去白云南。好。可以。焕文。对，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果是在那个后厨操作的人员的这个视角，我们怎么能够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资源可以提供我们去了解的？可以啊，我可以给到那个我们那个不有个群吗？群里面那个倩倩，她是我们的营运的这个负责人，对后厨很懂，你们可以去问她。好的 ，OK。整理上一个思路，然后明天去汇报就好了。老李，就由你们俩来汇报吧。我就一句话，我说下面有我的组员们给大家汇报一下。李老板的情绪调节确实是牛的，就是打不倒，绝对打不倒。可以来一个这样的。就焦老师汇报就可以了。来，我跟你讲一下，开始了。来聊一下。就是呢，一般服务设计有一个叫服务设计、服务体验蓝图这个东西，综合上面会有就是顾客就是这条线串下来，然后呢就还有服务员，然后呢基本上是先搞定服务员跟他要怎么互动 ，OK， 在每一步发生的时候，服务员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那这里还会有一条线，这条线叫做可视线，所有后面发生的，就比如说后厨深处的顾客根本都看不见的东西，就在可视线以后，比如他下了单。然后后面要做饭，但是他看不见，然后服务员就把他送出来给他，就是一个小段的流程，但是就是要梳理这样。OK。但是呢，一般前台这个问题只能解决说，让顾客感受更好这个事情。OK。后台这边是提升效率的。那我们等会儿主要考察什么地方呢？对，就是等一下是这样子，基本上我们要在那个环境里边去假想，我们可以角色扮演一下。偷听啊！在偷听吧，偷听情报，太明显的是偷听了吧？太远了吧？从整个进店，然后洗手啊等等这个流程走一遍。OK。我有个提议哦，我们等会看完那家店，我们去别的一家老乡鸡吃一个，然后写一个什么？可以啊，vlog 还有探店点评。被架空了这个楚啊！我已经饿了，救命！我也是。我们两个好像猪啊，一天。是你像，他就是猪，人家就是猪，是你比较像。我就不应该和他做。别看上，别吃完了。太可爱了。我那天化妆睡着了，我的理发师这样。萌萌一下子气氛都不一样。对。萌萌没有压力，她不适合当领导那个。收官。这个好好看，我要喝这个。这个呀是农夫山泉推出的天然雪霜矿泉水长白雪，它不仅颜值高，而且口感清冽，一猜你就会喜欢。我们有焦老师，那焦老师你的包怎么办？啊，我们都放后面吧。帮我也放一下呗。好的。现在来到我们的白玉兰的旗舰店，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在这里走一遍，哪些空间是可以给到大家去发挥的 ？OK， 好。总共餐厅里面有10个电子菜品屏。核心就是怎么去凸显出我们的核心产品以及我们的核心价值。地下的这里，这是3个自助收银机。那么自助收银机完了以后呢，后面那个门呢，这个门呢是进到后厨的门。这些空旷的地方都是摆放桌椅板凳的嘛。那么这里面哈，可以大家放绿植做隔断。另外一个
所有的关于墙壁上面的这些 LED 屏也是可以用来设计的。在这个餐厅里面有3个半柱子，对于这3个柱子的利用，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怎么去利用起来，好吧？工作量大的。就是我们完整走一遍这个流程，然后呢，你们可以，先由你当一个人过来用餐的顾客，然后他扮演服务员，然后我们走一个全流程，然后我们2个来观察，然后发现所有问题就一点一点记。它这个整体的门对吧？它如果那个外卖要拿的话，它一定得开过去，就会出现一个排队问题。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门是往里拉的，就其实很不方便。餐盘怎么会放在下面呢？它这里明显设计是放餐盘的。好，这点肯定不够放。这样吗？然后墙上面如果是有一些 image 会不会好一些？这边完全是交换文在主导了。哎，所以当音乐相信你的专业的时候，音乐还是很听他的这些安排，比较虚心，他会请教。对，就他信你，他先信服你了。来锅鸡汤啊？这是那个吧，砂锅。对对对。来匀一匀，哎，放一下，过一下水，然后呢，这个得倒。哎，这就不专业，都是一个手倒的，我跟你讲。手部力量不够。可以。然后对。你们饿了吗？你们要吃饭吗？走吧，我们去那个旁边有一家。哇哦，就在这附近呗。你们要回家了吗？我们要去吃饭。去哪儿啊？我们去老乡鸡吃饭。就是回那边，就是那个办公室那边吃饭。好，你们介意跟我一起吃吗？不介意啊，他们不介意，去啊，你去啊，你快去。我们其实有点介意。哎呦，挺好的，很直接。好吧，我们去别的店吧，我们俩去别的店。可以了，有原则。那我们一组得一起走啊。我们先走啊。拜拜。来，我们先拍这段开始的开餐店吗？对，我们开一段开头。好的。哎呦，不错。我们今天要去吃老乡鸡，那 You know what's good？ 能不能那么快能不能捡到啊？我懂他要什么感觉。然后下后面的时候，哎呦，这气场太重要了！你看这4个人合在一起多和谐。哎，我们现在来到了老乡鸡，那我们就进去吧。话不多说，话不多说，好有一套哦。好，大家上镜头了啊！好，那么现在看到我们帅气的几位小伙伴，还有美丽的小伙伴正在对产品进行一个拿。对产品进行一个拿，好演讲范儿啊！我是高质量男性在此。他总是给予自己充分的肯定。这一期换文的作用好大哦，毕竟是他自己本专业啊。现在应该是这么多问题，然后好，那我们走吧。感觉这2个队长都在让别人主导这个事情。服务设计我已经感觉快研究差不多了。一会儿你也看一下那个服务设计，你看完之后会很有思路的。我现在是非常有思路了。他买了本书看是吗？喝碗绿豆汤解解暑。好喝啊！一碗普普通通的绿豆汤都能做得这么好喝，那是，再简单的事也要用心去做。比如这碗汤，我就用了农夫山泉。农夫山泉含有天然矿物元素，适合长期饮用。喝的每一滴水都不能将就哦。在外面忙了一天，在家还能喝到用心好汤，真是好水煲好汤，好水好生活呀。是这样的，就是刚看了他说分成2个，一个叫关键人物地图和用户体验地图。就是关键人物地图是我们把关键人物列出来，然后想象他会面对的哪些情况，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调整，然后我们再根据那个用户体验地图，我们再一起过那个触点。可以。那我们先，过，看一下啊，过那个关键角色地图吧。好。边学边讲，慎行慎用。你就给他一个金牌，就感觉给5个一样，真的。
正经了起来，口香糖也不吃了。你们怎么看待他们这种现学现用？有些东西还真是要看天赋的。他学3个小时，可能真比你学3年用的还灵现学现活。用也是个能力。对，这个真的是分人的。我觉得我的天赋就是抗压能力比较强，就是脸皮厚，这也是被磨出来的。就是我想要实现梦想，我必须要具备脸皮厚啊！不管你说什么，反正我知道我改，然后你越说我越兴奋，我越觉得我就非得做到你要说我做不到的那个。我小时候当演员之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跟我打赌，我记得非常清楚。我高中同学，我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其实我那会儿都不知道什么是搞电影学院。我班有个女同学就跟我说小明，我跟你打赌，说你肯定考不上。哎，我那会儿就不服气了。我说我虽然对自己没啥信心，但是你凭什么说我考不上？不行，我还非得试试看了。结果我就真的就考上了。那我会想个点吧。就这个服务体验蓝图，就是说每一个步骤，这个人都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再对应的发现造成的点，然后有没有提升的地方，然后这上面是我们一些概念。那这个它是用来收集大家基于这些概念的意见，然后最后会形成这么一个东西。这回2个团队合作氛围挺好的啊。第2次都比较认真了，但感觉另外一组好像把宝都压在焦老师身上了，就大家完全的相信他，因为他是这个专业的。对，你没发现音乐在这个组好乖吗？他们是几个人集思广益嘛，所以我觉得也许不一定比都听一个人差，因为像上一次其实就是他们一直碰撞，可能会更好嘛。西卡呢？你觉得大家现在对于焦老师的这种全压在他身上，他后面会翻车吗？其实比起焦老师，我倒是更会关心一下戳戳，因为戳戳我很害怕他浪翻车，就是浪翻车。其实，这个戳戳，我觉得应该是在之前不是跟星辰一起合作了嘛，所以他还蛮相信这个星辰蛮有默契和对萌萌的能力的，所以其实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放任自己的队员去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是内部先过一下这个部分啊。这个会呢，我也请了2个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些赋能。那赵琴大家应该也都认识，是我们整个新餐饮的这个部分，他对于整个菜单服务体验还是非常有经验的。那健健就是运营这一块。那谁准备好了，谁就是第一个。行，那我第一个吧。那我今天给大家呈现一下白玉兰旗舰店服务体验升级的方案。我们昨天去了一家现有的老乡鸡门店做了一个调研，然后我们拍了一段小小的视频，可以分享一下。哎呦 ，What's up？ 我们今天要去吃老乡鸡，那 You know what's good？ 哎，我们现在来转场，无缝。那我们就进去吧，话不多说。好，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帅气的几位小伙伴，还有美丽的小伙伴，正在对产品进行一个拿。只是我们对产品进行一个拿。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探店历程。喜欢的记得点赞、分享、关注。See you。谢谢。这领导笑了。这个是比较轻松的一个部分，然后轻松的一个部分之后呢，我们可以谈一下我们经过昨天去白玉兰旗舰店观察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先讲一下在前厅问一些问题。首先，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们收银区域的动线会比较混乱，就是我们收银的那个队伍跟我们服务员收盘子的那个动线是有重合的。那么第2点就是我们自助台的位置不够明确。第3个问题就是这个外卖台会被挡住，会被那个排队的队伍挡住。
其实我们列了很多问题当中，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关于某一个菜它会卡住，所以说我们就想到了第一个解决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号码参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欠了顾客一道鸡汤，我们可以把这个号码牌给这个顾客，然后在厨房那一端我们会设计几个格子的卡槽，那么卡槽可以对应几个我们经常会欠的菜，然后它可以把对应的号码牌放到这个盒子里面，收银的服务员去定期检查卡槽的情况，以保证流转我们的效率。然后我现在可以请朱顺杰来介绍一下他关于后厨的一些看法。哦，好的。昨天就是进后厨走了一圈嘛，我觉得几个主要明显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烫菜的档口，我发现它没有一个蔬菜的储存区，然后在砂锅这边距离的比较远，因为它这边一共有8个砂锅口嘛，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增设一些就是砂锅食材的储存。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在针对于昨天白玉兰需要改进的几点，进行一个我们的初步想法和一个改进方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墙面现在就是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工业风的，不太有利于人的食欲。颜色很重要，可以激发食欲的颜色其实是一些明亮的颜色，比如说绿色、黄色之类的。就我们可以设计一些海报，介绍一些我们用的食材，给顾客传达到一个健康、绿色的理念。下一个，我们请邓萌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店内绿植摆放的那个方案。萌萌加油啊！这2个柱子的设计，柱子的表面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凿一个小凹槽，我们可以放一点水和青苔这样的东西上去，因为第一青苔非常好打理，你每天加一点点水，它就可以自己去长。然后因为这个柱子，我们考虑到说，我们是想要在柱子上加一个标示，就是给到你一个明确的指示，我们要干嘛，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就选了说，像这种比较原始的或者比较木质一点这样一个明确的指示牌。柱子可以包装上树皮，装扮成大树的样子。然后这是第一个方案，第2个方案是浩宇的方案。浩宇觉得说，其实我们就可以简单粗暴的，就是你来讲，不好意思。然后我的想法是，主要是针对这边长一点的7个屏，因为我们老说健康好吃，其实大家是感受不到的。我觉得视频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说实话，我刚吃完饭，我看这个视频又有点饿了。另外一个其实也是为了凸显老乡鸡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高级感吧。我们毕竟是一家旗舰店，对，烘托店里的整体的一个氛围。OK。然后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白玉兰旗舰店服务体验升级方案的呈现。然后谢谢大家。自己觉得不错，感觉导师不大满意，脸上没有微笑。就是我觉得你们是在针对白玉兰现在的一个现状，尤其是硬软装的部分，进行一个整改，对吧？你们是在做一个痛点整改，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建体验是什么？新建体验，对，你们缺失在一个新建体验关键的 KPI 上面，缺少一些创建新体验的一个点，可以说是0这样的一个状态。老师们好像不是特别满意啊。现在好多装修已经有点成型了，其实他们能改的比较少，给他们的空间不大。我这边是给出的是70分。其实今天你们刚才这个呈现呢，一开始到结束之后，都平平淡淡的，就是感觉你只满足了我的功能价值，但是情感价值没有。我明白。体验设计它应该有2个，它是把一个餐厅的功能价值升华到或者升级到一个情感的价值链接上面。最终我们还是想把顾客这种用餐体验达到一定峰值之后，他会去分享裂变，去会做持续的激活和传播。点了一下，他点醒了。打分的话，我打75分。我觉得他们刚刚做的那个方案哦，就是现学现卖的一个错误的示范。就是现学现卖，你意味着就是有风险的。你现学现卖，你好像我懂了，我可以来做这个东西了。但是实际落到专业层面上看来，就是还是真不行。其实我反而倒会建议说，如果现学现卖，再加上你直接去求助，直接问大佬我该做什么。
那就到这儿，也谢谢你们抽出时间来给大家做这个回馈。OK， 好，谢谢啊，谢谢。那个你们电脑要不要带着？谢谢。其实我们2个老总还是很顾及到新人的这个感受，我觉得你们这个方案只能得40分。服务设计它是一种设计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人与人之间一起去创造或者改善我们服务的一种体验，而不是我只是用一些绿植，我用一些宣传品。所有的设计是基于顾客，我们要把自己去还原成我们一个顾客去做这件事情，追踪我们的整个体验流程，它的整个闭环所有的触点。我非常认同，庞庞老师给我们这个40分，因为我们做了一半都不到，因为我发现我只把它这些点连成一条线。用户体验设计最基本的一个思路就是关键人物地图和用户体验地图，但其实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面来考虑。产品思维很大一块东西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昨天就完全没有往这边去想，所以我现在突然刚刚就恍然大悟，知道，对我大概知道下面会该怎么做了。说不一样了，对他没有向外归因，哎，他觉得我们确实做的不好。我没必要 care 别人是不是什么，不是这样的逻辑。当了队长太不一样了，年轻人还是需要鼓励的。鼓励，说出这个点的转变太大了。我很好奇，我们这么多人里面是需要鼓励的人多，还是喜欢鞭策的人多？鼓励的举手。我是喜欢鞭策的，被鞭策的人。就我是那种我特别不爱听别人说我不好，所以我就自己心里特别有数。在你骂我之前，我已经知道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我这种人就你不用说，在我做错那一刻，我已经把我自己我知道了，已经否定过了，不需要你再说。而且我是那种你夸我一句，我不一定会信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爱面子啊，大家可能对吧，小女孩比较照顾你。但是别人骂我一句，我可能真的是觉得我特别得听进去，所以我就是那种，就是很心有点重的那种人。我觉得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但是我对我儿子很严肃的。我每天都会翻很多的这个关于育儿的一些事情，放纵他们的思维，但是不代表放纵他们的道德或者其他的底线。所以，当你碰到他一旦触碰了你不该触碰的底线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的严肃，所以我觉得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多自己带孩子，他是不一样的。那咱继续看，来。你们好了吗？咋样？不咋样。不咋样，真不咋样。哎，被骂了。对。没事，你们有服务体验设计大神。对，这边有专业的呀。没事，一样。我刚刚问了一下肖老师，他说我们在听痛点，我说那不是跟我们做的是一样的吗？没有，而且他们是一个人在做，他们会更惨，他们一个人在做。说错，哎呦，这副德行，感觉他们这一次整个竞争的那个意识都增强了很多，增强很多。我们组这是，我来先介绍一下吧。对，然后我是那个组长，这次组长司俊毅。我们整体这次的一个设计方案呈现是由我们的教师来做。来吧。首先，这个是一个顾客的视角，是一个在工作日吃午饭的白领。我们看到白玉兰广场我们主要的一个吸引的客群还是它的这个右侧的这一栋写字楼的这个客群。那我们在线下可以布置更多的一个广告的位，尤其是在这个写字楼跟商场衔接的位置，告诉大家楼下已经开了老乡鸡了。好，然后我们在店内呢，发现现在设置的这个洗手台呢，其实并不在顾客排队的一个动线上面。那么我们希望首先的一个动作是可以在这个进门的这个1号柱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可以向里侧去挂一个免洗的洗手液。那么在排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柱子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入口的一个分区，排队入口的分区。我们想可能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摆一些绿植的装饰，去把这个开口进行一个封闭，然后
在柱子上可以形成一些符合我们视觉传达风格的一个提示，引导大家在右侧去排队，去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排队的一个路径。那么在后面这个结账的这个区域呢，我们也发现了结账机之间的距离是比较小的。那我们想说做这样一个改进，就是我们去斜45度，去垂直的面向顾客视角来结账，同时这样斜放的摆放呢，也可以让这个服务的人员有一个身位可以去站着，同时不会影响其他顾客的一个走出结账区的这样一个过程。哦，小伙子挺能说啊，挺好的啊，不好吗？感觉他们这组方案更具体点。就只有这些内容。我听着挺好的呀。那我提几点啊？第一个呢是咱们这个方案里面体验的这个设计，在延续什么主轴？依据什么？哇，老师们好难猜啊！我的天哪！第二个呢是现在做的这个方案，让我感觉这个像是在修正补丁，就是打补丁的状态，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体验概念。被 diss 了。说好的要给顾客传递的在哪？概念的不明确。是断章了吗？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这样，就是4位在整体的这个 PPT 的方案里，真的是以顾客视角来找到你们的这个爆点在哪，可以造成我们顾客主动愿意分享，而推荐或者是传播，或者是引发他的复购，选我不选别人，或者是多选我的这种决策在哪？致命提问，杀人诛心。各位，你们是设计师，是体验设计师，不是装修公司或者说工程设计师的补救者。今天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就是在装修公司没有考虑到的工作，你们做了。这话说的有点重哦，焦老师没面子了，专业被打脸了，这个太难受了。本身你们自己的优势点，还有就是你们的鬼马都没有用上。我是考虑到整个方案的一个主题缺失和核心价值的关联性，我只能够给到50分。啊，比上一组还低啊！会不会是因为期待值也很高的原因？我给到的分数是55分。都没及格哎。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受打击了，但是没有人比焦老师受的打击大，就是在你的专业上被打脸。焦老师备受期待啊，这个。而且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说，其实焦老师一个人在做这个方案，对，也就是导致了他这个方案非常的窄，只从他自己，而且因为焦老师是这个专业，所以他有非常多的细节可以来挖，他就缺少了一种大局观来看待整件事情。这个其实跟上一组也有点像，就像老师刚刚讲的，打补丁的这个感觉其实是非常不好的，没有人要听你说我要在这里再放一个洗手台的那种建议。然后我再放一个什么免洗洗手液，感觉刚刚那领导已经，是的。谢谢老师，好，谢谢，谢谢。我们一起讲一下吧，外面。我们就在这儿讨论吧。就是他讲那个大营销那个逻辑，那个我觉得是有一些思考的。我的意思大营销，现在能不能讲话都口语化一点？跟我一个思想，我从刚才开始一直就听不懂了，很难理解，我也听不懂。它咋样的呢？就是说，它底层有个营销的逻辑，就是你今天比如说都是一些白领，
你从一开始你怎么到我们这个白领的社群里边，然后你看到是个什么样的优惠券，然后你最后经历这个服务之后，你会在那几个峰值点做什么样的分享的动作？比如说，如果它真的是个拍照打卡点，你拍个照片之后，你可能要分享什么景号、黄土地啥，就这些是我们要去想的，就是怎么把它这个体验的峰值制造出来的好给它接住，然后变成传播，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就很好，这就是大营销。Love didn't meet her at her best, it met her in her Hermes。哇，这很厉害啊！这个我是不是？真好。混沌是有人爱坚持爱你清醒后跟，你就是你就会这个就是就看看人家做的东西，然后再想想我们刚才的表现，我就觉得这是双关嘛，就是对。那这得有多大的文学功底去做这件事情？是这样。之前也讲过，其实我想问个问题，你平时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些吗？还是？你到底学啥？对啊，你为什么你不知道？你到底学啥？对啊，你为什么你不知道？这。姜老师，你学的是？我的天哪，开始不服了。我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不知道？最可怕的是他们仨真心认真的在问。天哪！是这样，就是有2种，就是我们一般在做一种情况的案子的时候，客户已经有一个比较基准的体验的流程，这个时候帮他们去找很多的里面的痛点，解决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现在想要的是对于这个主题店怎么能够变得特别，对，所以这个东西又变成另外一种，这个就是 disruptive innovation， 就是我要去做一个新的东西，去把原来那个东西给脱掉。学的就这些啊？我觉得确实有一些缺失的是，我们需要去串黄土地这个概念。其实刚刚的音乐的怼我也挺没有想到的，音乐就只给，而且感觉一下把那俩人的心里话也都说出来了。你就学了这，我们那么相信你。我觉得其实小娇她的反应很真实，她当时还是要为自己说一下话的，因为其实站在她角度，我觉得她蛮冤的。我没有让你们那么信服我没有说我一定是对的，你们把所有的压力都给了我，做的比任何人都多的工作，但现在结果不好，你们问我你学的什么回事？其实我觉得他会很不舒服，然后但是就还是团队合作吧，大家一起努力，这个事情还是不能这样归因。他刚才很伤的是，他们无比真诚的问，都不是说怼他，所以就是笑着问是能接受的，非常真诚。你学的什么？你们在学校就学这个吗？我就很真，就越这样真，你就会越觉得越伤人。对，有几把剑好痛。我倒是感觉什么呢？他学的也没错，他是一种什么呢？就是等于在岸上怎么游泳，真正要游泳很简单，推到里面去，他就学会了。西凯，如果有人当你面怼了你的专业怎么办？那不行，那还是要 battle 一下。就是你为什么？就是你如果没有比我更加去了解这个东西，你并不是很了解，然后但你在痛怼我的话，我会很难受的。那要是他怼的这是对的呢？怼的是对的，那我就更难受。是这样。但他怼的是不对的，那给你来一下。好。我坐这。因为我想跟你明确一件事。第一个，作为一个团队的 leader，第一个你肯定要学会去把大家的目标拎到一起，不然的话，最后你会发现各想各的，最后想串到一起都很难。一定是把大家搂到一起，想办法怎么让大家在一起完成这个目标。4个人都已经代表团队赢，好吧？就这事儿啊，谢谢。他也没有那种笼统大局的能力。其实我们先明确主题呗，给它一个定义吧。黄土地嘛，就是有本土的意思，就是原生态这种东西，土是指这些东西，就是健康就是原生态嘛。所以其实原本指的东西就是原生态、健康这些东西。那它跟龙山乐的区别是什么？
就包含了农家乐。但他们现在能改成农家菜吗？你觉得？我上次说了，但没人去应这个，跟我去讨论这部分。如果是一个就是来农民欢迎你到他家里来吃饭那种感觉，可以算是这个主题吗？也可以是。明天如果你要是服务员，你要把这段演出来，就是旁边就放着这个东西。他演就行了，他很能演。还有表演课。我再说一遍明天的流程，学姐要过来，在那里当做顾客，然后你要把这全套我们就都得演出来，所以我们要有人扮演那个服务员，然后所以就把他给就这样就把这个。老李不想来一下吗？老李是店长角色。已经把队长给安排了，就是你明儿演服务员吧，直接安排队长。那你呢？我就是顾客之类的。凭什么你是顾客？就是进门的一个，然后我们再沿着这个思路再想一下其他的点咯。我之前在想的问题，但是我根本想不到。态度非常好。他们这有点没有思路哦。思君也不往前推进啊，他着急他也不推。其实我没有太 get 他后面有一些专有名词。我也是。什么叫无形的服务？我给你们点个点就懂了。我之前学产品思维的时候他讲过一个点，就是说，对风中体验，就跟你们讲风中体验。风中体验又是什么？当时我们的 case 是讲的是宜家。哎呦，初当老师了。你想想，你对宜家的印象是什么？就家居啊，就还蛮欢乐的。蛮欢乐的，你呢？很随便。OK， 欢乐跟随便，你们这两个词联想到一起，你们想到的是什么？随便欢乐。是家。right？ 所以你知道宜家的宜家的峰值体验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一个又一个的小屋子，它装扮好的小屋子。你可能单看到一个沙发会觉得哦，就是个沙发；你看到一个镜子会觉得是镜子。但是当你走进它设计的每一个小空间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温馨，这是我想要拥有的家。啊，对，这是我想要住进来的地方，这就是宜家的峰值体验。我戳起范儿了，戳，哎呦，戳到重点了。这个没有 pick 错，对，没有 pick 错，涅槃重生了，可以。为什么宜家的家居卖这么好？它是从什么地方去 trigger 到你说我要买这个东西呢？因为你想 be part of it， 你觉得这个镜子给了我这个感受，或这个床给了我这个感受，但是这个感受是这个床给你的吗？不是这个空间给你的。但是你会觉得我有了这个床，我就会有类似的体验，这就是它的峰值体验。这是他从他自己的那个专业旁征博引过来的。前面有说他自己做的是那个产品设计，所以他从产品设计引申到你自己的那个动线设计啊、服务设计啊，其实设计的理念还是通的。这个转变非常快。家具这个东西还是很贵的，你知道吗？可能我最后说我没买，比如说我今天 budget 不够，有遗憾，就是我们给了你最上头的感觉，但是你下来是怎么下来的？没关系，那我给你一个0.75的小冰激凌，一个小热狗，是不到1美金，你就可以有一个很舒心的结尾，觉得没关系，我吃到了一个很开心的冰，而不是空手而归。是，对，这就是它的终值体验。对，我们就是宜家，就像你去一个家具城，你可能只是为了买家具，但是你会说你想去逛宜家，就逛宜家，对，就用逛这个词。那可能去我们餐厅也不是说就是为了吃饭，你来逛我们餐厅。对，餐厅不能叫逛一下，可能要坐一会儿。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吃 brunch？ 因为 brunch 给你感觉你在 vacation， 你在 holiday 这种感觉，就是我跟我朋友去坐个10分钟，喝一杯啤酒这样子。很好哎。对，我们休息一会儿吧，一会儿给你们。可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来吧。哎呦，被赞同了，非常认可他。我觉得我们找到精髓，对，可以。这一赞同他更不得了了，他，哎呦，好厉害！我觉得他们走上正轨了。我们可以出去，我们不去院子里抱，走吧。抱什么？头脑风暴啊！什么？我先顺着我的思路说吧，我们的价值核心是农家菜，也是农家菜。我能不能做一个就是几个屏幕，我们就实时 live 的展示我们养鸡、我们种植的情况？这只是我目前能想到的一个点，但是还不够疯，就是你懂吗？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很久以前羊肉串就是那个送一瓶内蒙古空气的那个店。对，是的。你看你就记住了他们。所以空气是他们的一个记忆点，但不是峰值，我觉得是一个记忆点。
只是一个记忆点，对，它不到峰值。我想要的风就是服务体验，就跟他们的那个 concept 一样。对我花快餐的钱，但我吃正餐，就是像我花快餐的钱，但我不享受正餐的服务。看到有一个调查，就是说他在吃饭的时候，就是用户体验很低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去取餐具的时候。要不就把餐具柜撤了。餐具柜撤了，哦，也就没有那个 bug 了，是吧？我知道了，我们可以把餐具放到收银台，然后你结完账的时候给客人餐具。对，卷好纸巾，然后连纸巾一起给他。但是还不够峰值，还不够疯。不够疯，不够疯。对他们一直在说不够疯，不够疯，不够疯。所以就是我们要围绕农家菜这个点来给到峰值体验。我甚至想说，要不给什么土鸡蛋啊，什么就是这种，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就每个人走的时候带一个鸡蛋嘛。可以，就是就再发散一点。就我想说，来可以做一个游戏。我觉得你的爆点还蛮多的。给他一个蛋，然后180天后可以来领一碗鸡汤，因为我们的鸡是180天之后的鸡。但你拿这个蛋的同时，你是扫描某个东西，然后等于说你留在这个系统里，你180天之后，他会给你张优惠券还是什么？你拿着这个券，你来我们可以直接拿一个鸡汤，可以吗？哎，这个还不错，这个还不错，还不错，我也觉得还不错，这个还不错呀。对，而且这个是可以开业去做。他们开始互相优化自己别人的方案了，这样就整个团队讨论起来，讨论思考。对，这样子半年以后我们又有流量，我觉得这个真不错，我也觉得还不错呀。闭环了，闭环了。鸡蛋可以先记下来，够疯了，是。 OK。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哎，这个创意好啊，而且效果很棒。除了创意好，当然也要谢谢惠普的新14高性能轻薄本，机身轻薄，性能依旧保持强劲，能流畅运行各种设计软件，工作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是啊，而且它的高色域全面屏能更真实的还原色彩，所以啊，即使以后我们把它打印出来，也不用担心色差问题。是不是燃起了你对学习设计的欲望？对啊。我们还没有开方案。 哇，好累，是经常会这样掂量好奇。哎，柱子怎么说 ？Pillar。Pillar P I L A R。不是，我说柱子怎么搞？柱子怎么说？柱子，医生怎么说 ？Doctor。不，我问医生怎么跟你说的？我们之间是不是没有默契了？ 你觉得这个如果作为那个豆苗的形式，这个就是感觉农家也不农家，艺术也不艺术，就是。哎，这个餐厅布置的很有 feel 哎，你这是贴图是不是？我们已经局限了玻璃，除非你在玻璃。对不起，哎，你说在我们餐车上搞这种东西好不好？可以，但没必要。但是你搞英文 for what？ 那搞拼音吗？捞香鸡。捞香鸡。为什么不直接搞字呢？为什么不直接拼只鸡出来呢？啊？你这对于艺术加工来说有点难吧？ 我真的不知道快餐店要找什么。这是服务你对象，不是你服务的对象。张浩宇，你需要啥那个物料吗？都写在那里边了。我的东西都在里面。可以啊。我下线了。我也想下线了，我没有精力做。拼接的呢？什么叫拼接？拼接立体的物品行吗？就是牌子。你要不休息一会儿，我感觉你脸色不太好。我们要不现在回去吧，就该休息的人休息。我觉得也是。 真的好辛苦。洗脸。新进男孩还在擦脸呢。高宇，你先做，完了做完了你有没有我们3个助理？然后如果你说有那种比较琐碎找证据之类的，好，我也可以，你就直接到时候都是录演。好的。加油，加油。
戳戳这次真的加班最后，戳戳很拼，队长的担当，也不插兜了，也不嚼口香糖了，也不嚼口香糖。对，这期的戳戳太棒了，看看看看，有眼光。戳戳在做道具，真好哎！哎呀，求生欲，涅槃重生哇，满满求生欲。第一次当队长不能输，他也不能再有铜牌了呀，他2个了，对，走了，这个时刻危险。生活自然会给你压力，让你成长。哎，好可爱的搞一个小甜筒，我觉得蔬菜甜筒的，画的不错。这还是我知道的那个戳戳吗？他们说，就动物还有人，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会很放松，所以就是比如当你很紧张的时候，你就吃东西。是啊，焦虑啊。焦虑对，所以说很多时候你很紧张，你紧张的时候你就吃个口香糖。哦。因为你多巴胺分泌，你吃到好吃的东西，多巴胺就会分泌旺，你就会好一些。那你最近焦不焦虑？我再焦虑我也不能吃，我越吃越焦虑。对，我的角色需要，我就再焦虑我也得忍住不然更焦虑，第2天后悔。我觉得我们少一个东西，就是产品本身，对，这是重点。对，是啊，然后累计吃3天，然后你自己现在播撒出那个绿豆苗的那个种子，你的绿豆苗成熟了，你可以来我们店吃饭，我免费给你做到绿豆苗的菜送给你。我是觉得这个方案执行度太低了。我们现在理一下，就是我们明天要展现的东西吧。我觉得现在大家有点就是聊偏了，你知道吧？明天主要抓住这个魂，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就是你就当他是你对待家人一样，就是你就是like回家吃饭，就是 anything 他怎么样，你就是跟你家人吧。哎呀，也 OK，我觉得我们都偏了，我们没有分工，大家都在讨论这些什么主题什么的，我们在浪费时间，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定这个方向，如果这个都 align， 我们现在今天就定这个方向就不。那你先告诉我，你明天你的物料外台你发什么东西？因为我现在没有主题，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东西、啊。我们没有订回家，所以我们你好歹定发是不是？你还得定了 Gatsby， 我现在就让他做了3个木箱子，还不知道能不能用。但是我有24小时的，你就不要担心能不能做出来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定个现在只 theme。发给那个公司，只发了3个木箱。对，因为其他东西都没有办法用，但是你不用担心。打印那些呢？那个都有24小时的 vendor， 就别问了，我就可以给你弄出来，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弄出来。烦啊！但是再好的效果，那天是没有办法还原一个软装的效果的，他们要看的服务体验。所以明天别人就是拿着一堆树啊、草啊怎么进去，然后我们啥也没有。我告诉你，我们会有东西。你这个家出来之后，我们先把3个定了，我就马上去做这个东西，我就发给他，他2个小时就能给我弄出来，可以不用担心吗？他们老是在围绕一些你没用的话题聊半天，没抓重点，缺少的是一个领导力。这边想想，那边想想。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为一个 backup plan 想？因为我们希望有个中心思想，然后去散发。因为没有中心思想的话，就真的就只黄土地，真的。不要纠结这个事情，快点。但他如果没有任何物料，我们会有。我怕，我怕。我可多少遍了，我有物料。好凶啊你！这很像男女吵架，最后的点不在乎你说了什么，你凶就不对。你为什么凶我？都不跟我说话。哎呀，不行了，我也是。队长，你要带领一下我们了。好的，好的。他们终于想起来他是队长了，现在要问队长了。队长，你要带领一下我们。哎，感觉音乐这次没有什么自己的展现啊。音乐这一期的高光就是你就学的是这些吗？这是他这期的高光。那么以回家这个点开始散发嘛，就一定要找出3个特别大亮点。基于我们刚才之前那几个亮点，你们觉得有什么地方可以结合的吗？送苹果和雅倩送水果，然后送青菜那2个，我觉得都 OK。把最好的给你，那我们能不能把所有的青菜，就是只把最好的部分给他们？突然想到了，我们可以模仿后面屈臣氏的那个，因为一开始屈臣氏不是因为很烦嘛，那个导购被很多人诟病，分了2种篮子，一种是我需要介绍的颜色，一种是不要打扰我的颜色。给我介绍菜品，然后是我知道我自己要吃什么。
就还有这些故事。其实他们是鼓励插队的，就是在我打工的过程中，就是如果中间有人被卡住的话，他会喊服务员去说，哎，你后面的人就是可以不要这个菜的话，可以往上来一点。我觉得我们现在想不出来，我们明天还有那么长时间。行吧，睡觉吧，咱俩。晚安。感觉这组他们老纠结一些没意义的事儿，然后浪费好多时间。那刚才其实我们很明显看到，就是一组是相对于只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上，而另外一组其实就分了很多的思绪到其他的方面。你觉得你其实浪费了15分钟讨论别的，但这一打断思绪，你想再回来，是的，它可不是15分钟就能找回来的。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呀，我又出什么状态了吧？我们中途要停一个地方，我拿些东西，拿些打印的东西，然后再去白玉兰，都已经讲好了。迟到17分钟。哦，彩排迟到。来，老李帮忙接一下。哎呦，吃饭我真的。给我。哎，这些是不是很贵啊？你这些所有东西多少钱？我们分一下。1000多。这么快分一下，快，这个必须得分。没事没事。因为他要这种就是立刻的，肯定是快。分一下1000几，是10009还是1500？没算完呢，对他等。还有啊？还有啊？不是，我们还要回来学。我只付了一笔，他还有一笔。出去玩了呀。舒总，他今天给你撞衫了。他们50分啊，都2个人都50分。对，50、55。关键是飞哥说很满意，但是潘潘给我们40分。激将法喽！激将法喽！哎呦，心态真的好。他现在是心态王者。峰值跟宗值想出来了吗？峰值，我想要不要搞个送那个蔬菜汁？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也得搞个榨汁机，搞点蔬菜就行。搞呗，那我们就盒马去买。榨汁机啊，我们要买一个。买一个榨汁机哦。你是认真的吗？我们要买个榨汁机。对啊，我偏了，每人发一杯奶昔，这是蔬菜汁，牛油果、香蕉、提子、蜂蜜，哇，巨好喝。香蕉、提子、蜂蜜，我没有喝过。你是哪个年代的人？还好吧，这歌很好听啊。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R&B all night, I just wanna R&B all night. Everybody hands go up. 嗨了，好轻松啊他们。这才是真实的他，校园。以前都。他平时在公司就是，然后上车就变这样。他上线了，他开机了，上线了，是吧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哎呦，欢迎光临老乡鸡。开始吧。咱们得加快一点喽，20分钟还。他们一直是在跟那个 deadline 做奋斗，看着我紧张的要命。他们有点慌啊，他们应该分工好啊。哎，不是，还有一通场，贴一溜这个。那我们不应该在中间吗？刚才就这么地吧，好不好？我们还有10分钟。喂，哎，您刚给那个老乡鸡送的一些物料呀？啊，你那里面有3个那种做好的立体的盒子，你记得吗？有印象吗？在哪里啊？没，哦，这是他最早订的3个盒子。没在，在，吓死人啊！就是这几个，我不知道它规格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跟我们想的感觉还有那个长得不太一样吧？这是就然后就放水果。
没办法，他数据可能搞错了。又有突发状况。你戴帽子啊你？哦，我的帽子，好的。Hello。Hello。大家好，准备好了吗？现在就开始吗？可能再来个5分钟。现在已经2点了，我们开始吧。我们直接开始吧。对，接下来大家不要把我当成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人员，要把我当成是一个顾客，让我感受到如果我是一个顾客，在这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体验，好吗？好，那开始吧。你好，欢迎光临老相机，欢迎回家。姐姐一看就很喜欢养生，是不是？这边都是我们的健康菜，以及我们今日的一个健康套餐，你可以看一下。然后您是来直接就先选餐是吗？来，我们这边有2个餐盘，您可以选择。您是第一次来店吗？还是我们的老客户了？不确定自己吃什么，可以拿这个餐盘。好的。对的。你好，你平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菜呢？偏辣还是偏甜？偏辣吧。偏辣。等他讲完不能再插嘴。我要农家小炒肉。好，给你打1份。小心烫。您可以考一下，我们这边有个套餐，来，我们的套餐是这样子的，这边打问号的菜都可以换成同系列菜，而且只要您累计吃过3次的话，就可以送您一个小礼物，或者说免费送您一道菜。累计吃3次，不是当下就送我是吗？累计吃3次之后就会给您了，因为我们是提倡您每日吃一个健康菜的一个。提倡我每日到你家来吃。不是每日就累计，经常多吃嘛啊！对我这位顾客，您可以直接过来插队，因为这边盘子可能一般使用的人都是新顾客，或者说不确定自己吃什么，您可以直接插队往前走，加速您的点餐效率。插队不太好吧？他们这个词用的特别不好，插队，没有人会喜欢这个词，没有人会接受。着急了，这本来是他们自己觉得设计的很独特的一个点，可能没说好。对，我刚刚看您已经选了一个荤菜，你要不要再选一个素菜？我们这边有烫娃娃菜。烫娃娃菜可以。好，给你打1份，小心烫，拿稳了啊。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家的招牌鸡汤，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汤呢？我怕太油了。它不油的，是我们家正宗肥西老母鸡的鸡肉熬成的汤，你可以试一下。油的话，下次我们就不点了。那这次怎么？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主食区，这里我们有砂锅菜，这边基本上都是一些我们家的 S 级菜品，就是我们的热销菜。您看你喜欢吃哪一个？但是我已经点够了，他们有一个设计，就是把 S 级的菜放在了最后，就是明明是热销的菜，或者是我们觉得最好的那些东西，他们把它放在了最后。那我都已经拿完了，我不可能再把东西再放过去，再拿你推荐的那些东西。应该先把是对，而且他们询问的好密啊，就会让我特别有压迫感，我得赶紧决定。太感人了，感了。好，那您要看一下主食，你想吃面食还是米饭呢？面食要多久？面食大概5分钟的时间。太久了吧？我要米饭。米饭，您需要试一下我们的元气满满谷物饭吗？是健康减脂的，还是我们的白米饭？谷物饭。好，给你打1份。拿稳，小心烫。对，您好，这边是我们自助结账区，您只要把餐盘放上去，我们会自动扫码。对的，您可以检查一下这边菜是否都是您点的。合理好，我们来这边结一下账就可以了。好的，谢谢。那边有2个就餐区，您可以选择一下。欢迎光临。这边有一个空位，筷子勺子呢？可以帮您拿。然后那边也有自助的那个工具台，然后这边看。你帮我拿吧，谢谢。刚才实在不好意思，这是我们选的一个小份的一个面条送给您，但是可能要煮，然后在您就餐过程中，我们给您精心的准备了一份小份的，希望您喜欢，谢谢。这是筷子勺子。好，谢谢。我有多少人服务他1个人？纸巾在哪里啊？纸巾在我们的自取区。该有的他倒是就是都让你自取了，因为我们家提倡是一个自助，您可以下次去那个位置去拿一下。对的，谢谢，谢谢。这哪是自助啊？还要去教育顾客。你好，这边是我们送的一个水果，已经打包好了，然后你可以带回去吃，里面有牙签。好，谢谢。还有送的呢。欢迎下次光临。欢迎下次光临。欢迎回家。谢谢你品尝这次家的味道。好，学总的心在疼啊，还要送啊，累死了。还有送的呢，又送了个面，又送了个水果。需要再给我介绍一遍吗？
可能就餐盘这个，刚才说觉得是插队一个理念，但是其实我们想加速整体的一个排队效率。餐盘可以明确指示告诉说，这人就是一个新客，就是在等待被介绍，或者说在犹豫。对，可能话术还要改一下，可能不是说可以插队，就是说可以直接去结账这样子，这样让被插队的顾客也好受一点。而且这样的话也会明确让我们工作人员知道该给什么样顾客去推荐菜。像如果您刚刚选择的是还是那几样的话，可能我刚刚就不会再给您推荐。但是如果有新品菜的话，我会跟您说哦，好像你平时喜欢吃辣味，那我们有个新品的，比如说辣子鸡，你可以试一下。其实他就不会再多说了。对。其实整体的逻辑是说想有一个这个我们体验的一个核心的主轴。我们想让所有的人就感受到就是回家。然后这个其实是我们觉得所有的我们的员工其实可以去非常好的可以去共情，可以去理解，可以去换着角度去为顾客去服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点。然后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构想都是基于这个来出发的。好的。那你们对自助台区有什么想法吗？那个自助台其实原来是放在后面那个位置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边就餐的客人其实是看不到这个位置。那我们希望新的这个服务台其实是围绕着这个柱子进行的。我们会选择一些壁挂式的一个设备，都挂在这个墙上。比如说电饭煲这样子，可能使用频率在高峰期比较多的，那我们可能会有这种台子，把电饭煲就放在这个上面，在两边都可以看得到，可以放2个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空间里面的一个视觉的中心点。OK， 好，这个 LED 的内容，我们的内容主打就是一个回家，我们的一个视角是一个爸妈的一个视角，我们会给他一种贴心的一个关照的一个话语，然后给他水果。他要走了，我们就打包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因为有人说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家人送你的苹果旁边才会放2根牙签。然后我们很想用这些细节去体现，我们真的是在很用心的去像对待家人一样去招待你们来吃饭。这样的学者是不是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好，结束了就是说我们可以等第2组了。好，可以。要是社恐来了，他们店就疯了。我也很害怕，一直有人跟着我说。我会觉得我们本来有自选，有自己去结算。结果这样呢，他们实际体验以后不开心了，以后就不断给他安排，不断给他安排，被安排。这个，我觉得他其实就犯了你刚才说的一个错误，就是纸上谈兵的问题。可是很奇怪，他们也都是顾客呀，他们本身生活里也是顾客呀，他们自己不会觉得这样的服务不舒服吗？对，就是经验少。他这里面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什么一个人性的问题呢？就人们总认为自己都是对的。该我们啦，送你们去拿菜啦。对的，在这。用心，用心。那我们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布置一下。这是什么啊？菜啊。过分了吧？你犯规啊！你这样子。早上说可以联系的，我们就联系了。但他们道具不是很多呀。里面，靠着墙在里面，我刚都看到了，还有水果什么的，篮子什么都有。很用心哦，他们。我们也很用心。我觉得我们也很用心，但是相比较于他们，这是我们自己打印，不是公司找的那个。对呀，我们是自己找的供应商。我们找的是24小时供应商。我们自费的。自费还了不起啦，公司的不等了。挺像样的。哎，我们刚刚有没有送一个那个榨汁机过来啊？没有啊。榨汁机？请问榨汁机你们这边？榨汁机这里没有啊。请问这里有榨汁机吗？没有啊，谢谢啊。榨汁机叫个那个闪送就可以了。可以。没有啊？在哪？真的没看到，没有。有的。你拿一个演示器，拿一个。不是，我要榨果汁的呀。你要现场榨吗？对。哇塞！我刚叫他说他放到里面这个地方了。浩宇，再给你们5分钟。哦，好的。电源呢？这怎么连个电源都没有啊？还需要几分钟准备？是那个打开。只要把这个屏幕能打开，我们就全市都好了。哦，好了 ，OK。浩宇，来了，快点开始了。哎，这是没有电的后厨。哎，我们是后厨没电吗？我们后厨插线板没有电啊。就别炸了。
我们都买好了，为什么不炸呢？还有2分钟就开始了。救命！真的买了这么大一个榨汁机，然后用不了，这没有通电对吧？都。对。哎，还没有装修好。小队长加油！没关系，不要因为他去影响嘛。我知道。来，这，来吧。加油哦！好的。对，无实物表演嘛。欢迎光临老乡鸡，今天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特色菜，我们有特色的套餐，然后可以进来看一下，感受一下。哎，进。林星辰的笑容很治愈嘛。欢迎老乡鸡。进店的话，我们需要先洗个手。好。我们所有的菜都是原产地直供的菜，然后您可以随意挑选一下哦。你这个洗手液是冒泡的是吧？忍不住一直在笑。应该是一次性的那种。对不起，请问您这边是堂食还是外带？堂食。好，低脂无油的涮菜要不要来一份？我们的蔬菜都是当季现的。可以。好，我帮你拿。这边是我们的炒菜区，都是从后厨新鲜炒制出来的，你看一下有什么需要。你们的特色是什么？我们的特色是小炒肉，还有番茄炒蛋，但是番茄炒蛋现在没有了，但是下一锅马上就出来，大概3分钟。我可以先给你一个牌子，你到时候先付完之后我们会送到您的桌子上。哦，那我要扁豆炒肉吧。哦，好。我们的招牌特色鸡汤要来一份吗？我们现在有原味的鸡汤和我们的养生鸡汤。我们养生鸡汤是根据季节会更换菜单的。现在是我们当季主推的这个菌菇养生鸡汤。我要养生的吧。好，我帮你拿，小心烫。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砂锅区，我们有2种砂锅，都是现场炒制的，有毛豆的和板栗的。但是我点多了耶。啊，你有什么不我要的吗？想吃这个，对。好，我帮你放回去。你要哪一个？我帮你拿。哪一个好吃一点？吃毛豆吧，秋天吃毛豆对身体好。谢谢。重啊！小心。他说了句好重啊。信号区外，没有接收到。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蒸菜区。不用了，我已经点够了。米饭有需要吗？有杂粮饭和普通的白米饭。杂粮饭。好。你好。然后在那边结账就好了。收银在这边，这个是给您准备好的筷子和这个给您包好了，更干净、更健康。这边小票您拿好。谢谢。位置在那边。干嘛？没什么要说的，大家去吃饭。就其实是对的，就是要让他自己吃饭。对。然后我给他鸡蛋。OK， 好。这个汤不太热怎么办？汤温太热。汤不太热。汤不太热，这个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可能相对后厨准备的时候保温现在还没有调整得很好，我们会反映您的意见的。我给您送一份冰淇淋吧，然后来补偿一下。好。汤不太热，吃点冰激凌吧。以毒攻毒。这是属于没有开过饭店的人，开过饭店的人第一反应一定是我先给你热一下。对，好直男啊。这是我们的一份冰淇淋。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活动，我跟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会给您在走的时候送您一份蛋，然后您如果扫描一下我的2维码的话，在180天之后，我们会送您一份免费鸡汤的优惠券。180天之后是吧？对，因为我们所有的鸡汤都是用180天养的土鸡去做的，然后180天之后，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份推送，到时候您直接来我们店内消费，我们就会送您一份免费的鸡汤。好的，好，谢谢，谢谢光临。谢谢光临，谢谢光临，请慢走，请慢走。这个鸡蛋不太好拿呀，中午吃完饭。我期待了好久的那个风，我以为第2组的那个风会让我有时候说起来很好，真的做起来可能对于顾客来说就觉得我真的不在乎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是至少还是有想法的。那你们介绍一下吧。我们里面有一个小设计，是因为我们之前觉得，不管是排队的这个动线，还是收银那边，如果有哪一个菜缺菜了，这个动线就会堵塞，所以我们设计了那个小牌子，它会对应一个菜，然后您收银的时候，我会看到说把这个菜给您加进去，然后根据这个牌子我们做出来会给你送过去。
然后我们现在显示屏上放的是我们想要传达一个我们非常原生态，然后非常健康的这样一个情绪。然后我们每隔一块还会放上老相机主打的餐食，就金牌的照片，主要也是为了对顾客进行一个食欲的调动。对。然后我们打算在这块放的是炒制菜，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顾客都是经常挑完炒菜，然后再跑回来选说我要选一个卤菜，所以炒菜放在前面的话，因为我们的炒菜颜色非常的鲜明，看到这些菜就会非常的有食欲，然后再选他们的炖菜和卤菜。然后蒸菜区和那个鸡汤区的位置稍微换一下，因为我觉得鸡汤是在这边煮制的嘛，要端过去，尤其是高峰期的时候可能会不是很方便。可以考虑。果然，这个朱顺杰在厨房还是很了解，有经验的。最后我们会给顾客一个鸡蛋，然后邀请他扫码我们的公众号或者一些其他媒介。那么主要是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想要给他一个好的宗旨的体验。那么第二点也是说可以吸引我们的顾客以后再回头，同时传达我们180天土鸡养的鸡汤这个概念。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说想要给顾客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那么鸡蛋可能代表一个新的生命，那么可能不需要180天之后再带着这个鸡蛋回来，但是180天之后您能再享用一碗鸡汤。他180天以后忘了怎么办？我们会给你发推送的，这也是就增加我们私域流量池嘛，对，唤醒沉睡顾客，对。180天，这个连接要连半年。180天。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个客人他坐在这里，他觉得菜品温度不够好，或者说他有什么需求，但是因为可能很嘈杂，他没办法找到服务员，这种情况怎么办？我目前的话，可能在这方面还是说通过我们一个巡场的前厅服务员去进行一个管理的，因为考虑到可能还是成本的原因，在一家快餐店无法给每个顾客一直像高档西餐店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会沿用现有的做法。OK， 好的。可以了吗？那我们谢谢徐总给我们花时间。谢谢。好，那大家就先在外面等一下。OK， 我马上还要带他们复个盘。好。你们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很匆忙。我们有吃果汁的，然后就没有电，我试了都弄好了，没有电。没有关系，你可以拿个空杯子告诉他这是给你准备的果汁啊。对呀。他没有做。大家觉得哪组会赢？谁会拿金牌？朱顺杰应该没有拿到过金牌，所以第2组应该金牌会给他。那就是小明哥觉得应该是第2组获胜喽。我没有怀疑过这件事情。他抓住了重点，宗旨体验。对，我觉得赢也是第2组。我就是觉得朱顺杰，他作为这个队长，让我还蛮惊喜的。作为这个队长，把中心点得非常好。对，而且我觉得星辰是不是上一集有点用力过猛，然后包括可能体力透支，但我觉得他打配合打得还是蛮好的，他没有那个喧宾夺主，可能因为他当过队长，所以他有这种同理心，他还是以配合为主。朱顺杰我觉得应该会拿，但是张浩宇和袁星成2人谁能拿，我其实是稍微有点犹豫。我的戳戳不一定会给自己，他会戳戳肯定不会给自己。戳戳可能我觉得我这次领导很好，给我自己也保不齐感觉。还好吧。下面进入我们农夫山泉金牌时刻。实习生在每个任务当中呢，都会产生金牌和铜牌。我们团的任务呢，就是猜测每次任务的金牌人选。如果猜对了，就能点亮1枚金牌，累积点亮5盏，就能为实习生争取到一个万能 offer 的名额。好难呀，这个真的。戳，他会给自己吗？他是队长哎。要是说能给自己，他最可能给自己。不一定哦。哎，小时候班长投票的时候，你们会写自己吗？啊，你们不写自己吗？我写自己啊。如果是写的话，那毫无疑问的写自己；要是举手的话，还可能犹豫一下。对，就是不记名的时候一定要写自己。字迹变一变。那我们最终选择的金牌人选是，哇，这次我们完全一致。因为我们用的是排除法。我认为大家会认为他这次的转变很大，他有反差，这就像演员似的，你可能之前老演这样的角色，大家觉得哎你是不是这样，但突然你演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物，大家会觉得哎你突破很多，所以其实这枚金牌我觉得是可以作为突破的给他。如果是我的话，
逻辑清楚，表达简洁。那经过刚刚的2轮体验呢，我们感受到了第1组和第2组经过这几天的一个成果。那接下来呢，我也想大家复盘一下。首先，我想复盘一下第1组。第1组在给到我刚进门的整体的感受是，整体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各位都是声音非常洪亮，并且笑容非常可掬。同时呢，我也想说一下，在这次的设计过程当中欠缺思考的一些部分。首先，第1点，我们在服务体验设计是不能忽略时间对于我们服务体验产生的影响。那刚刚呢，这个体验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把这个想象成为是一个低峰期时间段，它 OK 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为在高峰期时间段300到500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天有3位服务人员来服务我，以及我坐到位置上之后，大概有4到5次的一个服务交互过程，我们是否能让所有的人感受到很好？不可能。第2呢，就是在服务体验设计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的服务人员，他的话语体系要一以贯之，话语体系要有效、要准确、要精简。他一会儿欢迎光临，一会儿欢迎回家，你倒是光临还是回家？对对。你好，欢迎光临老乡鸡，欢迎回家。您可以考一下，我们这边有个套餐，来，我们的套餐是这样子的，这边打问号的菜都可以换成同蟹的菜，而且只要您累计吃过3次的话，就可以送您一个小礼物，或者说免费送一道菜。如果说你和顾客全程的互动是很多的，那顾客在很嘈杂的一个环境下，会不会觉得你是在强制性推销？对。欢迎下次光临，欢迎回家。那我觉得今天在服务话语体系的设计上是不够有效的。话太多。那么第3点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插队这个事情上面。对的，这位顾客您可以直接过来插队，因为这边盘子可能一般使用的人都是新顾客，或者说不确定自己吃什么，效率可能有点慢，您可以直接插队往前走，加速您的点餐效率。插队不太好吧？如果说有1位客人他说我现在想要插个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现在有20位客人同时告诉你说前面为什么这么慢，我要越过它，我要到前面去，在这种紧急的场景下，你们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那给第2组做个复盘，我觉得整个的闭环你们思考的是很好的。那么第2呢，就是服务体验过程当中整个话语体系，就是顺姐讲的每一句话都很能触达我，让我立马点这个菜。我也有这感觉，他见到女生会推荐说健康的、低脂的，但是没有让我感受到很让我有哇，我在这里我很想推荐给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对呀。你们是把现在的体验做了一个修修补补，但是你没有打破常规。那么第2呢，其实是在峰值的体验上，当我们坐下来以后，其实顾客最快乐和最幸福的时光是我肚子很饿的时候，我很想立马把饭吃到嘴里。那其实在立马把饭吃到嘴里的这个过程应该是他的峰值体验，但是我们没有在他坐下来之后去为他设计他坐下来以后的体验是什么。那碗没送出去的果汁。所以最峰值的地方我一直很期待，但是我没有收到。这是你们2个组的一个复盘，但是同时我也想说一下我这次的整体的体验。我对于这个环节的期待非常的高，因为所有的前面的环节我们都还是纸上谈兵，到了这一个环节，我们其实是真正的还原到顾客和还原到员工这2个角度去思考。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今天的思考都有一些把之前的主题以及把之前的研究都有些忘了。大家之前给我传递的一个信息是我们很创新，
我们对于这个行业有许多想要打破的东西，但是今天我没有看到大家的这种敢于去打破常规，以及敢于去迈出这个创新的这一步。从整体的体验上来讲，我觉得没有完全达到我的标准，所以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今天我们2个组都要拿2枚铜牌。这个不公平啊！导演组那个违反赛制，你们问我们有没有金牌和铜牌？我不认为是节目组违反规则啊。哦，我们也要实事求是。你比如说2个组都一般。对。我觉得节目组太残酷了。那等于说我们少了一次的机会。那我们选中2个铜牌的，是铜牌选对了也亮灯吗？4枚铜牌都对就给咱一个灯，难度很大。4枚铜牌都对，你这概率真的是。我是给星辰和映月。朱顺杰人家怎么样也不应该得，所以我觉得如果排除法的话，就是我的圆梦 CP 要一起双铜一下。还有2个哎，另外一组呢？另外一组是司俊逸和小伙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和上一次的规则是一样的，每个组里面要选出2枚铜牌。太过分了，这真的是太残忍了。但是呢，我今天想要1对1的和大家复盘一下。哇！因为也到了这个阶段，我也想听一听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现在这个阶段表现的怎么样，以及接下来的2枚铜牌，你觉得应该给组里的谁，好吗？我希望待会大家能够负责任的投出这2票。OK， 那潘潘带着大家先在外面等我，然后每一个人1对1的进来。他是不是就是怕大家有这种情感票啊？所以他要提前是的聊一下。袁星辰应该会自我检讨。没事，主要也没办法，因为他这个确实就太匆忙了，只给我们1天的准备时间。尽力了，他们已经很用心了。其实我们是 better。没关系，我们已经很好啦。对啊，而且我们要该说的都说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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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1排，我也拿1枚，我还没拿过。哎呀，哎，他好好啊，这2个男孩好好啊。猜对了，哎，等一下，顺杰。不对，错了。顺杰。啊，顺杰。朱顺杰还真的蛮好哎。所以就看队长会怎么说。我们是要讨论一下。我说一下为什么我拿，你知道吗？因为老师觉得他们那边顺杰是个亮点，然后他对标的就是我。那没有。然后他对菜品明显更熟悉，我确实就是介绍菜品方面是我的弱项，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对标的这个没有这么对。我确实也介绍菜品这方面确实没有做得很好。没有，但是我身为队长，不是说是因为是怎样，但是我觉得确确实实。你的话术功能性是可以提高的，只是说我没有那么去严格要求说你一定要把你的话术给我想好了。这还是因为我的一个管理问题。对，挺好的。但是如果是因为这个项目输，我就觉得应该我来承担啊，因为我没有贡献。你再成，你走了。主要还是我没有直接理解他们想要的东西，就定位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方向的问题，劲儿使的有点问题，对，但是很好，大家没有互相甩锅。你反正你给我一个 solution， 他如果说要给2枚，我说给谁？就是我们2枚啊。Why？ 原因第一，我是队长，这个你就直接说了。然后他的话，就是啊，你以为我会做，但结果我发现我不会做。他在继承，他记住了那句话，自黑了。OK， 好，我知道了。今天收到这么多铜牌，什么感觉？比较挫折、难过，这是应该的，对的。那你觉得你在这一期里面你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我的抗压能力变强了。因为这一期里面，其实我们连续工作很多天，我是比较累的一个状态。
你是具有很强的综合能力，而且你的竞争性和目标感是很强的，并且呢是有一定的气场，是可以领导大家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平时是不是有在障碍到你，就是很多时候在需要你去真正的成为大家的 leader 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去。是的，我同意这一点。我是年纪最小的，有时候我不敢站出来，我怕哥哥姐姐们不听我的。经过这一段时间相处，就是我的同伴们也知道我有能力，尽管说我年纪比较小，但是我是有一些统筹以及领导能力的。然后我觉得说接下来的话，我会愿意站出来。2枚铜牌，你会投给谁？其中一块我肯定会给我自己。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如果说不考虑整个比赛的规则的话，我会投给张浩宇。但是考虑到张浩宇现在已经有2块铜牌，再有1块他会走的话，我其实是会想给朱顺杰。顺杰跟我现在没有铜牌，而我们不仅仅是我们4个人，我们8个人的目的是会说把这个店给开好，所以我不希望有伙伴离开。哎，为什么没有不给他的萌萌？舍不得，舍不得给萌萌，不能给，可以给我，不能给萌萌。浩宇今天感觉怎么样？肯定是觉得有点难过吧。就是我上次说了，我不希望有人得铜牌，这次又得4个铜牌。其实前2次我觉得拿到铜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表现以及你平时的态度，会让在职场里面的人感受到你的态度其实没有很端正。如果说你是包着一个不认真，或者说给人感觉不认真，或者说不职业化的一种态度，可能会导致你的客户或者说你的同事，因为态度而忘了你真实想表达的东西。明白。但是我也看到你在拿了2枚铜牌之后，你有立马去调整你的态度，这种认真的状态给到别人职业和成熟的状态。明白明白。那接下来2枚铜牌你会投给谁？星辰和小猪。对，我认为我作为队长，我们队拿了铜牌，我一定要站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感。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要想要和大家完成这个项目，因为我有太多东西还没有给出来，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去做，所以我说我要去完成这个项目。OK， 好的 ，OK， 那谢谢。哎呀，我觉得浩宇挺难，哎，很真实啊，对啊。感觉怎么样？收到2枚铜牌。我觉得自己太中规中矩了，就是没有突破，要跳脱出来。就是在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不要先考虑它到底能不能落地，这个先不要考虑，你就先把它想出来，然后具体怎么落地，我们到时候再讨论。我在拿到你的简历的时候，我就对你充满了期待，但是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不太愿意，或者说没有去很主动的去表达和展现你的这些想法，所以你可以去调整一下。去真正的去发挥出你自己真实的实力来。那我想听一下你对于2枚铜牌的，就是投票是投给谁？首先肯定是给我自己，然后另外1枚我们就给袁星辰会。我们俩没有拿过铜牌嘛，所以你们是有商量是吗？也没有吧。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希望就是这2块铜牌能够激励一下我们。我不太希望就是大家是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种状态，不一定是需要拿到铜牌才可以有这个压力和激励的，完全是可以自己驱动自己去有这个压力和下游感。好，朱顺杰真的表现挺好，他有帮助到这个团队。Hello， 什么感觉？我们肯定是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就是这个点吧，我觉得我们这个组在我心中是达到了标准的。那你如果要投铜牌的话，你会投给谁？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拿一个，只是我就是过于的去抠细节了。就比如说那个榨汁机，就非得好像要榨一杯果汁出来，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星辰吧，就是可能有一点点小的失误，就是可能在给到冰淇淋的时候有一点慌乱。他投给自己和星辰。锁了。今天你觉得团队的表现？我觉得大家努力都是有的，然后可能真的是像你讲的，在思想层面上有些浅，
我觉得我之前自己过往的经历、开店什么的，好像在这个小事面前就完全不值一提。我整个人觉得，就还是需要再去认真的去钻研一些东西吧，就不能太想当然。他是很客观。那你觉得你可以在这里面发挥的你的优势是什么？我比较有号召力吧，就一直以来也是领导能力比较强。那我其实也能够辅助大家，就是帮大家梳理一些东西。但其实我又觉得，因为我这2天其实是有一点很焦虑，而且就是临近那个边缘，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一次这个铜牌要给我，必须得自己拿一个。你从入职一直到今天，给我的感觉是比较随意一些。在我的视角里面看来，你好像觉得我都 OK 的，很小儿科。但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因为需要很多团队的合作，以及需要很多是一步一步推导进来的一些东西，那其实我觉得你是有慢慢的在成为一个组织里面的人。所以你刚刚说你要把铜牌给自己，其实我是不太认同的，因为我有看到你的成长，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更负责任的去投出2枚铜牌。我就投我自己1枚，然后跟焦老师1枚嘛。理由是什么？我投自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课题上我互动性比较少，然后我投焦老师是因为我希望他能够通过这个事情，然后调整自己的一些心态。他其实有时候看事情的东西会，就是比较焦虑的陷在自己的那个情绪里面。李姐在投，要走了。今天4枚铜牌，你什么感受？因为我本身性格就是一个很冷静的人，然后可能就算拿金牌、拿铜牌，或者做得好、做得不好，我都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但是后面我有慢慢展现一些我比较创造力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被一个定义框死，我后面也想要展现一下我别的能力，但可能各种能力还在挖掘中，会觉得可以更努力一点。OK， 2个铜牌你会给谁？有1枚应该会给我自己。我对菜品其实也没有那么了解，我的准备工作没有做足。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很难给，但是我可能会给司俊逸同学，因为我觉得他虽然是个很好的同事，但是我觉得在领导力方面可能还有一点点欠缺。比如说，我们几分钟把这个头脑风暴想一下，几分钟我们做一下这个细节，然后谁去做这个任务，就没有一个大局的掌控的感觉吧。对，其实也完全不是他的错，就是我们4个人在配合上面也是有一点问题。他是很客观。你把2枚铜牌投给谁？因为我自己，我甚至4枚都想拿。大家都知道我其实之前工作当中有做过相关的这些服务体验的项目，然后这一次其实在过程当中没有很好的去理解这个挑战的一个意义吧，然后可能更多的时间花在梳理这种流程，或者是像你讲的打补丁的这样子类型的一些工作上面，然后缺失了对整体的这种创新跟主要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思考，对，所以确实是，另外1枚呢？司俊逸，对，他就有点绷着，跟上一次呢队长分那个完全不一样了。我说一下我这段时间对你的一个观察以及我的一种感受吧。我相信你对你自己应该是有一个很高的期待的，因为我能看到你的努力和你的对于事情的一种态度是很端正的。但是呢，你常常是事情越大，成果反而是就越不尽你所意。事情越大，成果反而是越不尽你所意。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真诚的去告诉自己，你对你自己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放下这些包袱，放下束缚你的这些东西，不要太紧张。有的时候人只有在松弛的状态下，才能爆发出真实的自己，就是最好的自己。我也希望能够看到接下来更专业的你。好 ，Hello， 聊得挺累的吧？你觉得今天自己表现怎么样？其实我对我自己任务表现不是很满意。我这个人可能性格整体来看的话，就不是会特别严肃的一个人。然后我这次分到队长了，我已经尽量去收敛自己一些玩笑的一些态度，但是这点其实是提升。但是不好的点在于，我对于队员的一个管控能力没有，导致于效率低了。
你有你明显的优势，你是有很强的应变能力，以及你在团队当中是处于团队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调和剂。你在这段时间里面没有完全的让我看到你能对团队贡献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我需要在接下来看到的。好，2枚铜牌你投给谁？我肯定要第一个投给自己，因为我没有让这个队伍说去更加的高效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第2枚铜牌呢，那我觉得可能说搭建框架这个东西可能是，焦老师的一个长处，可能对有一部分是因为焦老师原因没有搭那么好，那我可能会说想把这个第2枚铜牌给焦老师。OK。他跟人沟通特别强，在第1期的时候不是去问一些问卷啊什么的，这个方面确实是他的强项。接下来我来宣布一下4枚铜牌的获得者。邓萌已经没了。首先，1组司俊义，焦焕文、司俊义。2组是袁新成、袁新成、朱顺杰。我们猜错了。这一次不是按照实力去分的铜牌，是按照人情仗义。完了，哎，猜错了一个。OK， 那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回到我们的大本营进行我们的菜品研发。那伙伴们也带着行李，我们出发吧。至少没有人淘汰。这是他们到现在为止第一次的最大的挫折。你看，感觉所有人立刻成熟了，所有的眼睛里立刻有了故事。真的是看他们一期一期成长下来。对，人还是真的要摔跤，不摔跤真不行。但你看，他们能利用规则的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有2块铜牌的人越来越多了。对，你到下一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再利用规则了，你就必须得不行就不行了。我觉得这种互爆行为真的有点小可爱。我想到了袁新成会让，但是我没有想到朱顺杰也会让，所以我这次看好朱顺杰。确实不错，感动，很有风度。就是今天的宝藏打工人，我觉得是朱顺杰了。我觉得这次他反而应该得金牌的。如果说一定要选的话，我们第一个选的就是他。我说实话啊，像朱顺杰这种人，我觉得即便他跟另外一个人要选择淘汰一个人的时候，朱顺杰可能说淘汰我。就是一个人敢于承担责任是需要勇气、需要善良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不会差，未来不会差。我是新城，我并不觉得他表现的有多差，他只是稍微的泄了一下气，只是大家对他的期待值，他就拿了这个铜牌，只是因为说他还能继续错下去，而别人没有错的机会，所以我看好他。对，我是戳戳，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评判一个人，你不能说他说啊，今天你干得好，明天干得不好，我反而会去看他的一个成长性。现在职场上，我其实看他的是潜力，因为比如说，就算实习期也好，或者是面试的时间非常的短，你怎么来评判这个人我要不要？我看的都是他未来的成长性。所以我觉得戳戳今天给我的那个成长空间的想象力非常大。看完他们这期的表现之后，我觉得我们的实习生每个人都成熟了，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也变得越来越适应。那之后的工作当中，他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合伙吧少年，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左元磊，我们俩老乡，都是山东人，山东猛男。我们有一个新的学生将会加入到我们的团队。我在下巴。希望我可以帮到大家的同时，也可以把你们干掉。哦，如果想干掉我们，你也要做好准备。这个人可能锋芒有点太露，他会无形中树立很多敌人。我们俩是最弱的，你应该加入我们。你看我们这个位置空不空嘛？你看你坐过来合不合适吧？来，我帮你搬。走。我觉得他们这组是最不好做决定的。如果新人是这个意见，音乐是这个意见，你是司俊义，你听谁的？我会让做决定。请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我们去设计一道我们的王牌菜，规则也会升级，我们会产生3金3铜。比如说有一个咖啡或者柠檬红茶，然后再加手拿的那种烧饼类的。但现在老乡鸡是没有饮料这条线的，我觉得做一个 combo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你有去实地看过吗？为什么我们不是做一道传统的那种堂食的热菜？他之前的理由啊，他得罪人了。女人喜欢你只对我好，对你只挺我，没错，你是跟我一伙的，只站在我这边。两个女生之间的战争，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从奶酪鸡出发，我觉得会红哎。我觉得这个很容易被偏题。我之前都是，我前2次拿铜牌都是做的太平庸了。其实戳戳得失心蛮重的。这把没法稳中求胜，我们要做创意菜、网红菜，我们这把玩的不是稳。戳戳急了急了，要新奇，你懂吗？我怕的是你今天输了会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口感的冲击，土洋的结合。我们的水果是冰冰的，而奶酪是热的东西，这是口感上的碰撞。茶香可以很好的中和掉鸡汤的那种油腻的感觉，我觉得它是和鸡汤的绝配。这个包治百饼就是我们组想出来的一个新的创意菜，我们可能会打造一个主食加饮料的套餐模式。这道菜是非常满足他们对健康的一个需求的，和我们的旗舰店的原生态理念相呼应。一个苹果肌，笑嘻嘻。我觉得是考虑的比较全面的。我现在期待的就是什么呢？做出来我吃一吃。我还是立，我也立第一。如果我要输了，我请你们吃一顿大餐，我再加一个学鸡叫。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